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想必很多上发廊要烫头发的你都不知道冷烫跟温缩烫的差别吧？今天志远就告诉你冷烫跟温缩烫的差别。当当，卷子这个呢就是冷烫的卷子，这个呢就是温缩烫的卷子。其实冷烫跟温缩烫在卷子上就会有差别了。我们先来讲冷烫吧。一般冷烫就是像这样，空心卷。这个呢没有电线，所以我们叫它冷烫。所谓冷烫，并不是它是真的是冷的，只是它没有透过加热，它的加热也只是那种你知道盖上去蒸汽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这个会卷完卷子淋上药水，然后加热不加热都可以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没加热是错的，加热跟不加热基本上都可以。然后停了大概15到20分钟，你会冲水，然后再淋药水，这个就会完成了，就是不用插电线在卷子上。等一下给大家看温缩烫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冷烫最主要的效果是切断二硫化键，那个冷烫药水的能力只能切断二硫化键。当切断二硫化键重组之后呢，它在湿把的时候就会重组。二硫化键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它在湿把的时候是组合的，干把的时候是断裂的。所以你烫冷烫的话，你会发现在湿把的时候比较卷，吹干的时候就会变得微卷或蓬蓬的，因为你的二硫化键就不会连接的那么紧密。记得它连接的链键是二硫化键，所以它在湿把的时候会比较卷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冷烫也很习惯叫你抹慕斯造型？头发只要有水分的状态，你的二硫化键就不会断。所以像是发胶啊、慕斯啊、水或者是一些湿润的东西，都可以让冷烫的卷度好像有一种复活的感觉。但当然啦，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其实冷烫有时候吹干的卷度也很够了。基本上还是要看你头发的条件跟你头发的长度，这一些都会影响你的卷度。但是基本上冷烫真的是湿的时候比较卷啊，而且它吹干有时候会比较毛躁一点点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毛躁的，这还是要看你头发的评估。再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温缩烫，你也可以说它是热缩烫吧，就是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卷子里面就是这样，有些设计已经是空心的，但它一定会有这个电线。通常热烫在你的头发要操作的时候，都会先抹一个药水，让你的头发完全软化。这个药水可以切断很多种链键，但是加热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主要的链键要组合，叫做氢键。氢键比较特别，氢键刚好跟二硫化键是相反的东西。氢键在干的时候会组合，反而湿的时候是会被切断的。所以温缩烫在你吹干的时候，你的氢键就会被组合，那你的卷度就会变得比较立体。所以你会看到那些手绕啊、内弯啊，基本上都是温缩烫，因为他们要追求吹干了还有效果。但你说温缩烫湿的时候就不卷吗？当然还是会卷，因为那个药水并不会那么智慧，它还是会同时切断二硫化键跟氢键。只是我们药水跟加热的作用最主要就是为了组合氢键，所以在烫温缩烫的时候，通常你会把头发软化，然后就把卷子卷上去。然后在这个模具的状况下加热，靠着温度的效果，让头发在这个卷子上完全塑形，让它记忆住这个卷子的形状，再进行2剂的固定，就会让这个模具的固定变得比较成型。这个就是为了要组合氢键，它也是为了让你在吹干的时候能记忆出这个卷度。但是它在湿发的时候，基本上还是有卷度的啦，它跟冷烫一样啊。其实你抹慕斯啊、抹什么都会维持更好卷度，只是差别在你吹干的时候可能会得到比较深刻的卷度。我个人觉得，尤其内弯是很明显的，还有超长发，因为真的超长发，如果你烫的卷度比较大，温缩烫才能记忆住这个卷度。至于冷烫，因为它吹干就会慢慢不卷，加上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就会你知道越来越沉重、越来越垮，相对你的卷度表现就不会那么好。最后只是想跟大家说，冷烫跟温缩烫是这样的差别。通常短头发，我觉得冷烫都是应付得了的，但是比较长的头发，我还蛮容易选择温缩的。但这个没有绝对值，还是要看你设计师的设计。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差别。至于我知道外面有很多是温缩烫比较贵，冷烫比较便宜，但是在我们公司价格是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说它都是烫头发。那为什么有些外面温缩烫会比较贵呢？因为温缩烫的时间操作会比较久，它就是多了这个加热的时间，它需要把头发加热，然后再塑到干，又要软化干嘛的，所以它的确比较繁琐，加上药水的成本也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在外面温缩烫的收费会比较贵。很多时候设计师叫你烫温缩烫是为了抵达那个效果，真的不是因为它单价比较高叫你烫温缩烫的。这一期讲完之后，大家对冷烫和温缩烫有稍微了解一点吗？
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内弯啊、手绕啊那样子的头发，我们还蛮容易用温缩烫，因为它是一个吹干会蓬松，就是在干发表现的卷度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让头发不需要有那么多卷度，要烫一个蓬度啊或微微的弯度，或者是你想要抹慕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算是烫冷烫，效果也会很好。最后再次强调，今天只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的分类。最终你的发型设计，请你还是跟设计师好好讨论吧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想对其他事情还有更多的了解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